我是峨眉山的蟒蛇，找了你2000年，现在才找到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人生难得，中土难生，佛法难闻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则事迹，出自清代文学家袁枚撰写的《子不语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：临平的沈长谷是我55的童年举人，年少英俊潇洒。有一天，他在路上遇到一位僧人，忽然给他3颗药丸，说：“你将有大难，服用此药或许可以减轻，到时我再来看你。”僧人说完就走了。沈长谷向来不信因果之事，回到家就将药丸扔在书橱。不久，他忽然生了大病，神志不清，用四川的口音说：“我是峨眉山的蟒蛇，找了你2000年，现在才找到。”说完就用自己的手掐住喉咙。快要咽气时，家人想起路上僧人所说的话，急忙寻找书橱的药丸，可惜只剩1颗了，就以水吞服。沈长谷恢复了意识，恍然记起了前几生的事情。原来沈长谷在王莽时代名为张敬，为逃避王莽发起的战乱，和延昌先生隐居峨眉山修仙，两人一起躬耕龙母。刘歆起兵谋杀王莽，以响应刘秀，失败后就和副将王军逃到峨眉山，拜张敬和延昌为师。当时峨眉山的一个山洞中有一只大蟒蛇，腰大如车轮，每次出行必有风雷，装甲多被损坏。张敬想除掉蛇害，就令王军削好竹刺插在蟒蛇必经的路上，还在竹刺上涂抹毒药。蟒蛇果然出来，被竹刺刺死了。这只蟒蛇修炼多年，将要化龙，每次出动都带风雷而行，并非有心害人。在被王军杀害后，想找主谋者报仇，但是王军听说王莽死后，就出山辅佐光武帝刘秀，中兴汉朝，官拜骁骑将军。他又派使者到峨眉山迎请张敬到洛阳，官拜征虏将军。因官禄盛，蟒蛇无法报仇。张敬在那一世死后，转生为北魏的一位高僧。高僧死后，再转世为元朝的某位将军，有战功，蟒蛇又不能报复，唯有今生仅仅是一个举人，所以蛇来索命了，有机会报仇。累世的转生经历都是沈长谷自己的口述。家人问路上遇到的僧人是谁，沈长谷说就是延昌先生。先生当初推辞汉光武帝的聘请，无慕功名，独自住山修仙或成就，已成神仙，因为与我有香火之缘，所以来相救。说完沐浴整理衣冠后就去世了。哀悼那天，那位僧人果然到来，哭泣礼拜后对沈家人说：“不要难过，了却这桩因果公案，他仍当要回归仙道。”说完后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杀业果报可怕，一桩因果案持续追债达2000年。沈长谷本来有希望躲过此命难，往昔的神仙朋友已经送给他3颗药丸，可惜他不信因果业力，不信僧人，回家后将药丸随手扔在书橱，置之不理。若是他听话一下子吃了，可能蟒蛇又再次讨报失败，还要再等下一次的转生。或许这也是业力成熟使然，哪怕有神仙外力上的帮助，他自己也不信不听，神仙也只能叹息无奈。这就像世人福报不足，护法神哪怕再怎么帮忙，雪中送炭也点不着火。梦中告知彩票号码，醒来不是不信就是忘了。对于许多不了解佛法的人来说，业力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就如气功里说的气一般，无法真实的摆在你面前，但看不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业力。业力古印度语称为结魔，中文翻译为业。业有3种含义：一者造作，二者行动，三者做事。在佛陀未出世之前的古印度，人们对于业的解释为做事情。他们认为因为有欲，故有种种的欲象与欲望，我们的意念就有意志与方向，因为有欲象就会造业，有业故有果报。佛教用语中的业特别有造作之意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对于外境与烦恼起种种心去做种种行为，行为可分为身口意，用身体去做，用口去讲，或心里在想，这些都是行动，称为造作，也称为业。这样的一个造作过程就会招赶来将来的果报。从果报来看，
它的原因就有所谓业的因，从业的因到业的果报，就有所谓的业力。即是说有业力与外缘配合形成果报，就是所谓的业力。具体来说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3个方面。一、业因，我们在造作时所做的行为以及所做的事成为业因。然而真正的业因是烦恼，如果没有它，我们就不会造作，故烦恼才是造作的真正之因。2、业力，我们造作的行为会形成一股力量，将来使我们承受各种果报。比如说我们骂人1分钟，这一行为1分钟后就已消失，但它有力量存在着，到将来有因缘时，它就形成果报，此称为业力。业力本身没有控制者，没有主宰者，是行为本身形成的力量。比如说天下雨，大地自然被它淋湿，它有一股令草木旺盛的力量存在着。我们造作各种行为之后，自然会形成一股力量，将来我们就得要承受各种果报，此为自然界的现象。3、业果，就是业报。我们过去造业，因缘成熟就形成果报，成为业报。有了业因就形成业力，但未必就有果报，因为业力形成果报要依赖外在的因缘来引发。所谓因缘成熟，即是业力与众缘配合而形成果报的。如果没有众缘，就不可能形成果报。故经中常说，若经千百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汇聚时，果报还自受。这是佛教中一个很著名的偈语，它的意思是我们所做的行为形成了业力，它需要众缘来引发，才会形成果报。如果业因没有形成果报，它的势力可延续到千百劫之久，等到因缘汇聚成熟时，我们必定要承受那个果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故事中2000年后的沈长谷依然会因杀生所造的业力承担相应的果报。那么我们再把视线回到故事中，纵观沈长谷的前世张敬之历代转生。1、张敬，修仙者，后面弃仙从政，官拜将军。2、北魏高僧，具体修行不详。3、元朝将军，有战功，今生举人。从佛教徒的视角来看，当他投生为北魏高僧时，为往生极乐世界，为证悟解脱，转生为一位将军，成为功名富贵中人，由此轮转迷失，令人唏嘘感慨。那一世北魏高僧投胎后，因为胎障不知道前世，由于第七莫那时的执着和喜好，他又成为了将军，军旗猎猎，兵荒马乱之年，上阵杀敌，建功立业。到了清代，参加科举，成为一名孝廉，已经不信因果佛法。曾经的一位高僧如何转世为一个杀敌的将军，再转生为不信因果的读书人？这就不得不提到隔因之谜了。关于隔因之谜的问题，在过去的佛陀时代就有比丘提出过。当时佛和众比丘们正在罗越之城外的一棵大树下休息，一位新出家的比丘名叫见正，心里正在琢磨一个问题。佛说人死有后世，为什么不见有人回来报告呢？我要问一下佛陀。谁知他还没开口，佛便已经知道，于是便对着在座的所有弟子说道：你们看这棵树，本来只是一颗种子，在地水火风四大的因缘作用下，种子才发芽，芽在生茎，茎在生叶，叶在生花，花结果实，辗转变异。虽然已经不是原来的种子，但又不离原来的种子。你们说这些根茎花果还能再变回原来的种子吗？比丘们都回答不能。佛接着说道：生死也是这样，无名于痴为本，犹如树的种子，种子虽小，却能长成大树。人也一样，人有了身体，就有老死，死后食神随生前善恶之行去往来世，遇到有缘父母，再受形体，升起新的六根，熏染新的习气，另受苦乐，加上环境的转变，都已经和前世不同，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身体、习气、住所，犹如大树不能恢复为种子一样。比丘见证听到这里，又站起来向佛请示：我有生以来见到不少人去世，比如父子兄弟、夫妻朋友怨仇离别，或相爱或相憎，为什么不见死后食神回来和活着的人当面报告呢？是什么令食神有所隔碍？愿世尊解说，令我们断除疑惑。
佛陀听后说道，食神没有形象，若身作福，则食神随着福业转生，不能回来向人报告。为什么呢？譬如冶炼家将矿石炼成铁，成铁后铸成铁器，铁器还能恢复为矿石吗？食神离体住在中阴身，犹如矿石已炼成铁，从中阴身转受新的身体，则犹如将铁铸成铁器，原来的形体就消失改变了，不能再恢复为原来的食神。今生持五戒者，来世得受人身，另有新的父母。食神便有6种隔碍：一是住在中阴身，不得复还；二是入于胞胎之内；三是出胎时受挤迫剧痛，忘失以前的实相；四是咕咕坠地后，仍因痛忘失以前的实相，升起新的所见所想；五是出生后就贪着食物，忘失旧时；六是慢慢长大，受到新事物熏习，忘失旧时。食神因为这6种隔碍，不能恢复为原来的样子，犹如种子长成树，矿石炼成铁，所以不能回来向人报告。人的生死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人在世间，身口意3业作恶，死则神识迁徙恶道，或堕地狱身，或畜生身，或鱼虫身，在生活意识上与人类相距万里。因他们的罪业如罗缸一样笼罩意识，也失去了人类的聪明，他们更不认识自己，更难以报告他的前生的一切境遇。人在一生当中经历种种无常变异，不能忆起过去的事情，年老时也记不起年轻的事情，何况是记起前世的事情呢？由于隔音之谜和胎狱的媳妇障蔽，若未得道义，被愚痴疑惑染污，想要见到食神的来去，当面回来报告是不可能的。人若没有道行而想知道宿命之事，就犹如暗夜里穿针，水中求火，终究是见不到的。所以我们应当勤行精戒，深思生死从何而来，终归何处，何因往来，所缘是什么？仔细的思维空无之法，得到净眼，断除结使，则所宜自解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愿大家都发愿此生往生净土，不退转成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